started our final descent to Singapore's Changi Airport. 最快2分钟就一架飞机起飞，走进樟宜机场，感受到的是人潮如流。被英国顾问公司长期评比为全球最佳机场第1名。预估在2024年，客运量就能恢复1年6000万人次，几近恢复疫情前的水平。像新加坡是亚太地区重要的转运枢纽，他们的樟宜机场是全球前10大最繁忙的机场之一。但是这些业务量却没有足够的人员来处理的时候，就凸显出了缺工是他们现在最急迫的问题。像我们最早班是凌晨3点半开始，我有一天就是自己凌晨3点半到6点半都是自己一个人。这是正常的吗？这其实是不是正常的？它只是因为人力真的是不够。原本需要几个人？至少economy 的话，至少要放2到3个，最少。到新加坡1年多的 Emma 负责樟宜机场地勤业务，疫后恢复的客流量之大，又找不到人的状况下，加班改班表变成日常。可能会在我上班的前一天，我接到公司的电话或者是简讯说，你明天能不能帮我换一个时间上这样子？可能我原本凌晨5点半，他把我换到3点半这样。要支援的班表会比较长，会顾到的。对对，不然就是你可能原本工作10个小时后，他会直接来询问你说能不能帮我再加班个1-2个小时这样子，因为实在人不够，他需要有人来帮他消耗掉这些乘客。从去年开始就发现说，其实用人端比我们还紧张啦，因为他没有人就不能工作嘛。像这个那个虎航陈安民董事长说的，他就是找不到人，所以他的航线他必须要 cancel， 那个是多大的损失啊！有人愿意买机票，可是我航班飞不起来，因为我必须要维持一个安全性。航厦内的人力荒是燃眉之急，解决之道是把部分报到柜台改成全自助机台。想找人工 check in， 有些柜台地勤只开放处理票务的特殊状况。Definitely, there are very few people and a lot of machines, but yeah, I think that's the way the world is going. So it shocked me a little bit, but I know that Singapore is more advanced than Australia would be. So yeah, but it's cool. 在外国旅客眼中的智慧便利，其实是因为缺工所迫使转型的科技进步。目前樟宜机场最缺人的职务，除了地勤，还有机场安检人员，也开始用 AI 节省人力。亮橘色机器人就是颗行走监视器，在航向外的停等区来回巡逻，一发现车辆停太久，阻碍交通。So move forward, please. No parking here. Okay. Sorry. 随时连线中央控台，发送通知给辅警前往取缔。光一台 AI 机器就能取代好几名人力。每一次新加坡他们的招募大概就比方说100人，好，他们大概可以在3-4个月内就可以凑齐这样的人数。可是现在确实过程当中，你就要拉1倍的时间。甚至他们要提高更多的一些福利，比方说住宿的福利啦，或者相对的薪资的一些提升，才有可能招到相对满足的人。疫情过后，我们就发现到我们员工的流动量会比较高，所以我们就很积极的从第三方开始着手，我们也要本土或者马来西亚，就换上现在的台湾方面，我们就很积极的需要招聘人手，所以我们可以确保我们的工永远是多于求。当然我们也要因为训练培训还有有一些时间了，大概训练方面大概会需要到2到3个月之间，所以我们要更加积极的去开拓这些市场的人员。这场人才争夺战，新加坡急起直追，除了找隔壁的马来西亚救火，挖人的手甚至伸到台湾。那时候我刚大学毕业，然后也刚退伍，我就想趁着年轻的时候到国外去体验一些不同的人生，所以我就决定来新加坡做辅警这份工作。
28岁的 Jason 毕业后，透过学长介绍新加坡工作，光是薪水就有台湾的2倍。以台湾30岁前的青年劳工平均月领4.4万元，新加坡公司为了招揽海外员工，把月薪提高到8.5万台币。其实提供台湾人蛮多福利的，他们有提供我们一系列完整且扎实的训练，不只是学科术科上，也有提供台湾人有英语课程，还有日后的文化适应活动。就连适应国外生活，都帮员工铺好路。这样的环境条件让 Jason 有很高的意愿留在新加坡，正准备申请公民权。新加坡的辅警类似台湾机场保全，另外多了配枪权利，征才门槛高，特别开放马来西亚和台湾人优先，因为在海外企业印象中，台湾人才的水准是国际榜上有名。我个人来讲，我想大多数都是因为台湾跟新加坡的背景都蛮相像，而且台湾也有国民服役，所以我可以说来持枪方面，有可能他们会比较适应。当然他们会比较勤奋，他们也会遵守纪律。他们在这边通常都是比较，因为有可能他们比较对新加坡比较陌生，他们也会听从我们的指令，或者他们会不会的东西，他们会勇敢的问一下，所以我们也觉得他们是相当好的一个人员。就是我们的不管是国际化程度或者是专业知识这方面，都在国际上都是表现非常好的。但是台湾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产业跟它的薪资结构太低了哈。举例子，就刚才除了像新加坡的那个警察之外哈，台湾的各个领域，尤其像金融业的话，那我们根本没办法跟香港跟那个新加坡比。所以当我们看到反送中的情况，有很多的金融人才要往外移的时候，我们根本挖不到人，因为他薪资本身就是台湾的好几倍，不是不是20%、30%，是2-3倍的这种比重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你要好的人才要来台湾的话，就很难。新加坡同样具备完善的金融体系，让台湾人和香港的中产阶级愿意到条件更好的海外求职。而日本、韩国也面临少子化、高工时的社会，早已抢先一步开放特定技术劳工和补助企业雇用外籍专业人员。提出的薪资也够诱人，都成了台湾人才出走的推力。行政院主计处最新数据更新到2022年，赴海外工作者有47.3万人，比起前一年大增15万人。但同年台湾劳动总人口还是减少了7万人，出国工作竟不减反增。我们出去的大部分都是最优秀的，大概7成到8成都是属于一个大专学历的部分。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像大学的教授，我们台湾的大学教授大概薪资大概只有10万元，但他们你去在香港，像我那个学长他们在那边的话，他有1个月有好的有到50几万台币。对，然后新加坡也是啊，所以在台湾现在的问题就是说，很多一流大学毕业的那些优秀人才，他不愿意回来台湾，那我们也找不到其他国家的人来台湾。除了少子化和薪酬低，在台湾的劳工还觉得贫穷感越来越深，因为从主计总处的资料来看，2021年受雇人员报酬占 GDP 比重，从2016年的44.09%下降到43.03%，创下历史新低。但同时间，企业的营业盈余却从35.06%增加到36.53%，是历史新高。在经济大饼中，劳工所分得的比重一直在减少，失衡的现象迫使人才出走。要在这波跨越国境的缺工潮，把走动的资产好好留住，得先把劣势去除8根，重新浇灌我们的竞争优势。